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昨天比特币行情突然出现暴跌，插针式下行。凌晨4点，我们看到比特币打到$59,000，从高点69000到低点59000，比特币整整暴跌了14.5%。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为什么会暴跌呢？原因有2点啊。第一点呢是比特币目前的高点刚好是回应了在21年牛市当中的一个高点啊，对这个位置进行了致敬啊，所以呢前高附近必然会存在压力，因此呢出现极端行情啊，有一个15%的暴跌。那么还有一点呢，目前为止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已经清楚的看到了2轮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了从反弹到反转，那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结束之后，在高点39,282点这个位置上没有经历调整，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美股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的调整过程，让比特币做出了随动效应啊，随动效应。在分时上我们可以看到啊，昨天美股的低点刚好是凌晨4点左右，对应了比特币昨天晚间啊凌晨4点的一个下跌。在凌晨4点左右出现了一个插针式下跌。整体行情来看，我们认为比特币目前在更大的时间角度，在周线这个级别上，处在第4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上。那第4轮上涨西游，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有悟空阳线之后，上方就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那为什么在第4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悟空阳线的这个位置上就出现快速插针呢？原因是前面行情当中第3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2月26日这周走出唐僧阳线之后没有经历调整。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呢，就有如果一旦出现周线级别上涨的话，容易做出小时线到日线级别的调整，但是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完全没有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就继续上行啊，这不符合客观规律。因此呢，在第4轮的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啊，这里的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做出了快速反应啊。结合以上3点，一个是比特币致敬前高之后存在一定压力，那第2点呢是美股行情在下挫的过程当中带动了比特币的调整。那还有一点呢，符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规律的事情啊，第3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没有做调整，因此呢，这个问题，这个调整的动作推迟到第4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这里做了快速下杀，血洗式的下杀。那么它的调整时间级别，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是一个小时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过程。在小时线级别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比特币做出了悟空阴线、八阶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穿破了小时线级别200日均线看这里200日均线之后迅速反弹上来。那下跌过程刚好与反弹过程做了一个时间级别对等、方向相反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反弹过程当中走出了悟空阳线组、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目前接近前高的一个唐僧阳线这里的逻辑就非常清楚了。那么目前行情出现了比较大的缺口，这个大的缺口不光是因为下跌的过程当中引发的缺口，也同时是上涨过程当中做出的一个筹码缺口。那这个缺口大概率会做什么呢？做震荡横盘调整。那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大概率可以看到行情当中会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所以说呢，目前为止对于比特币没有冲破高点$69,000的这会儿，它容易继续下挫，2次探底，回踩小时线级别144均线$63,500附近之后反复震荡，最终呢横盘震荡形成一个大开口收敛三角形，大开口收敛三角形逐渐过渡到窄开口三角形。我们最终会看到横有多长，纵有多高比特币的行情重新启动，建立高点。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以太坊的一个动作。首先呢，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标比特币的走势出现
急速反弹。在日线级别上，以太坊对标比特币看这里左上角这个位置，我们现在看的是以太坊对标比特币。以太坊对标比特币这个阶段已经被压制许久，我们可以看到高点22年9月6日开始从急跌转变为缓跌最终加速下跌，出现低点0.0479之后，做出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随后对称性日线级别2轮的下跌，然后再次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再次日线级别下跌。那么目前轮回的过程来到以太坊表现时间点，以太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临近我们最近的一根 K 线昨天走出了悟空阳线之后迅速插针因为今天凌晨4点快速插针之后，目前为止走出了8节阳线。这里的8节阳线让以太坊对标 USDT 出现了一个新高。我们在今天看到以太坊出现新高接近3900美金。同时呢，我们可以通过结构性分析看到，以太坊结构呢是由一个缓涨结构到一个加速上涨上行的三角形这样的一个过程。目前呢，以太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加速阶段。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以太坊走出了新的一轮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前面我们说了，到达3300美金之后，以太坊将遇到一个阻力，但目前为止这个阻力的筹码区间已经被突破，那再往上走就是以太坊的前高附近4868，那这个位置呢一定会被突破的。以太坊呢在这轮走势当中是落后于比特币的，比特币已经在23年初的行情当中至今1年03个月06天走出了3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并且呢在本周走出第4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但以太坊呢一直处在一个前面行情的一个缓涨阶段，直到23年10月才开始正式启动。那么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的以太坊刚刚做出了2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那这意味着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差了2轮周线级别上涨。所以呢，前面行情当中我极度推荐以太坊会有一个爆发式的上涨过程。那么目前为止以太坊完成2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有极大可能做一个平行于20年到21年的一个上涨过程。如果出现这样的行情，以太坊必然突破1万美金。毫不夸张的讲，我们认为以太坊在这轮牛市可能会突破25000美金高点所以目前虽然以太坊看似涨得很快，涨得很多，涨得很急，但是呢它有着一个充足的空间。那这里的空间表现，我认为是在市场当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平行结构。那这里的平行结构我们认为还会出现历史重现如果重现20年到21年的平行式上涨，我们可以看20年到21年的平行式上涨，这里最大涨幅是57倍那么如果出现30倍以上的上涨以太坊会有一个非常惊人的表现所以呢，保守的估计以太坊将会涨破2万美金。早盘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热点币种通过 iCoin AI Coin 的排行榜就可以看到这些热点币种排行榜点市值排名市值排好之后，我们选24小时资金净流入的这个选项向下排就可以看到热点币种在早盘时间段在当前时间段的表现。可以看到除了比特币和以太坊，目前排名靠前的是 PEP。 那么 PEP 现在就做了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上攻动作并且呢在今天出现了一个接近前高的一个表现插针之后迅速上行所以呢我们在极端行情下首先要看的就是资金流入的排名，市值排名这是一个小技巧。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订阅我的这本书籍或者加入我的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